大家好，这棚架是台风前的状况，下方由2组细竹子搭的豆棚所组合起来。因为台风的缘故，后院余生梁下的主题呢，目前有点要变成纪录片了。台风打乱原本的梁下规划，现在用新梁了一半，可能更贴切啊。不过清理善后不算太难，因为棚架绑定的方式只是利用束带，而会迎风而倒的原因，除了地面是水泥地，当初单一的豆棚也都搭得比较高啊，希望人可以方便在内部进出。往好的想，是再次提供改善学习的机会啊。快速修剪后，百香果的枝条已经拉到另一旁的棚架，堆草草的功能呢，就又再派上用场，很快就有满满的收获啊。而虽然台风已经远离，但是半夜与早上呢，虽然少了风力却一样继续强降雨。下雨的时间跟农作的时间没有冲突了，对于善后算是怀抱很大的感恩呐。而持续的阴雨天，对于要整理家园或许不便，但是对于菜园没有紧接着强日照呢，算是提供很大的缓冲救援时间。因此庭院的善后收拾，就等天气转好再处理。而这水持续不退的原因，除了持续降雨，也跟灌溉河道到处淤积有很大的关系呀。外面河道的水位目前就跟蓄水池一样高。接下来呈现一下为何芦笋种植后来没有拉绳防护的思维啊。原来的母茎虽然被吹得东倒西歪，但是有水的芦笋很快就又从地底冒出，因此其实只要牺牲几天的产量，就可以把这些被风吹倒的母茎做一次汰换。若是菜价比较高，就可以分批汰换。而由于后院地势比较高，又采用了垫高种植，虽然平时需要浇水的频率比较高，但是遇到水患时却不会付诸流水。得失之间呢，这就得靠自己衡量。现在整理的方式是图个方便，一次进行清理，歪斜的母茎就全割掉。这要断不断的母茎呢，用拔的也很容易啊。而这一旁都还有水，也就先不进行培土。而由于持续还在强降雨，这波高菜价呢，应该会持续一段时间啊。因此在风灾后，作物抢救的顺序，个人的安排是从容易抢救的开始调整。这跟上高中后的考试概念很像。台湾的考试答题速度也很重要，困难与花时间的题目呢，要先跳过了。一直很疑惑就是有学生习惯依序一题一题写，结果才后悔简单的题目没写到了。而芦笋这种作物，因为是多年生啊，有闲置空间又喜欢吃的话，算是不错的作物啊。由于种植空间设置的方式，目前倒是还不需要动用到备用的地瓜叶等水菜。前院菜地太泥泞了，还懒得下去自找麻烦。增加芦笋产量的话题，后段再聊。先来整理这区块芦笋旁的青葱。在台风后又持续降雨多日青葱如果种植在地势比较低的位置，会很容易出现烂根的现象。至于要如何判断青葱的根系已经快承受不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叶片葱绿的位置观察。当出现
黄掉腐败的现象时，就是最明显的征兆。地势高的话，可以透过培土来帮助排水。排水的意思不只是不积水啦，培土进行利溶的过程，可以让表面积更大，土壤蒸发水分的速度也可以更快。利溶的过程也有松土，让土壤更透气的效果。而若是只能种植在地势比较低的地方，将青葱拔起来，等连续降雨过后再种下也可以。因为青葱本身有很顽强的生命力，在脱离土壤多日后，种进土里一样可以活过来。拔起来重新种下，对于又只能种植在地势比较低的位置，算是比较容易又简单的办法。而家庭种植如果可以利用青葱的生长特性，就不用担心台风过后葱价高涨的问题这是大面积种植很难克服的困扰。大面积种植时，得因应灌溉的设施，种植的地势通常没有很高，持续强降雨下来就很容易在劫难逃。而现在种植的位置地势比较高，因此就算在夏天也没有特别种的比较浅这样整理好，虽然还持续降雨，但是避免出现烂根的效果已经可以非常明显。接续整理这区芦笋，就顺道聊一下平时控制芦笋生长速度的状况。为了节省时间，此区被吹歪的芦笋就直接都拔掉芦笋算是喜湿耐旱的作物，但平时需求量不大，浇水的频率其实并不高。虽然仅维持基本的湿度但是这样长出来的芦笋，味道与甜味会更浓。这种种植方式就很像是一些作物进入采收期时，会做降水的动作，很有浓缩的想法。不过这是适合需求量没有那么大的状况。得另类降速生长的原因，是只想要2-3天吃一次就好假日有小孩子喜欢吃，才会提前在星期4、5加煮水粒水一下去后，生长的速度就会加快不少。这是个人控制采收量的方式最后就让隔壁小黑表现一下，对按赞、订阅、分享与开启小铃铛的观众朋友，做出最大的质疑。谢谢收看。